呢啲姿勢都係好型嘅姿勢喎。咩咁型呢？風景有100個，表情就得1個，點解呢？前一秒仲同你有講有笑，下一秒好似當你仇人咁啊，又點解呢？大家好，我係七師。如果有個人從來冇影過相，佢問你影相應該要做啲咩啊？你會點解釋？首先，雖然而家相機快門只需要0.0幾秒就影到一張相啦，但你都要停止你做緊嘅活動，做一個同你活動無關嘅姿勢，唔好喐。例如企直啊，雙手舉起啦，手指做個心形咁啦。第二，做一個你認為最好嘅面部表情，其他人見到會留下良好印象嘅。第三，對眼唔可以合埋，係一定唔可以合埋。雖然見你張相合埋眼啊，唔會覺得你係瞓着咗嘅，但我都唔知點同你解釋啦。可能係我哋望慣咗開眼嘅時候都會合埋眼啦，我哋唔見慣嘅嘢就覺得唔應該存在噶嘛。解釋完之後，佢問你其實影相有咩咁好笑呢？係，點解以前啲人影相木口木面嘅？不過我反而想問啊，點解而家啲人影相會笑嘅？好，睇咗以前啲人先。其實影相木口木面好正常嘅，面部表情由情緒帶動，而情緒就由2個因素構成。第一，內心想象或者回憶嘅事情，例如你靜靜地坐喺度諗起尋晚被分手嘅情景，你會喊。第二，當下受到外在刺激，例如你見到人俾人整蠱，你會笑。又或者你就係策劃整蠱人嗰個啊，你會邊做邊笑。當影相嘅時候，一個人停止所有活動，望住一個冇變化嘅物件，或者係部相機啊，冇任何外在刺激，內心又冇特別強烈情緒，佢嘅面部表情好自然就係木口木面啦。有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因為以前啲古老相機嘅快門其實一啲都唔快嘅，曝光時間要足足10幾20分鐘，所以要影相嘅人 hold 住個笑樣咁耐係搞唔掂嘅。雖然去到19世紀中期，相機嘅曝光時間已經縮短到幾秒就影到一張相啦，但佢哋都係一樣唔笑喎。點解呢？另一個原因就係佢哋覺得影相同畫畫一樣，都係達官貴人請攝影師啦、畫師啦幫佢哋做嘅複雜認真事啊。咁做複雜認真事就要俾翻個認真樣啦。就係因為影個相都搞到死氣沉沉啊！明明影全家福啦，但個個好似等分身家咁啊！終於，家用菲林相機嘅先驅柯達喺1888年成立嘅時候就諗啦，要揾個方法令多啲人中意影相，將嚴肅事變喜慶事，就從廣告宣傳入手啦。呢個女仔笑得咁開心，可能佢見到飄零燕裏邊精彩嘅一幕。佢真正見到咩就唔知啦，但肯定嘅係佢用咗菲林相機影相，所以咁開心。加上呢句口號 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你撳掣，其他嘢我哋搞掂。柯達成功令影相成為一個輕鬆愉快嘅體驗，而大眾亦都好接受啊。廣告話你知，影相要夾埋歡樂活動一齊做，又或者影相本身就已經係一個歡樂活動啦。就係咁，廣告裏邊刻意營造嘅面部表情被製作成影像，影像被人見到再模仿就成為事實，事實又被拍攝成影像，影像被再次模仿又會成為事實，再拍攝成影像，無限循環啦。從此人類就多咗一個學習得嚟嘅自然行為啦。影相係一個咩活動呢？影相呢個活動就係叫你唔好活動。有趣之處在於咩都唔做嘅情況下，個樣要扮到嗰刻好有趣。有人會覺得唔係喎，我影相真開心喎。冇錯，我哋呢代人影相係真開心嘅。呢個開心係由100年前嘅人傳承落嚟嘅。人就係會對自己做咗出嚟嘅行為做一個合理解釋，而根本唔知自己有好多自然行為其實係由一啲被操縱嘅無意識意念所驅動嘅。廣告係其中一個大影響，就好似飲可樂咁啦。好多人中意飲可口可樂多過百事㗎。被問到係咪因為品牌效應啊，我通常都會一口咬定唔關品牌事，我就係中意佢個味。好啦，百事就做咗一個測試，受試者分別飲2杯可樂，睇下邊杯好味啲啦。但佢哋唔知邊杯係可口，邊杯係百事喎。結果好戲劇性地，超過50% 受試者揀咗百事，當中仲包括咗好多原本話自己中意飲可口可樂嘅人添。我哋嘅想法被廣告 hack 咗，進而改變行為。多年後，有研究團隊重做呢個實驗，今次加入咗功能性磁力共振造影技術，掃描受試者腦部。喺實驗裏邊，如果預先向受試者表明佢哋飲嘅係可口可樂，會發現佢哋大腦有個部分會比起飲百事嗰時更活躍。
呢個大腦部分就係掌管記憶、聯想、高階認知同思想等等功能嘅位置啦。換句話講，就係你飲可口可樂，你個腦就會將口裏邊嘅糖水同你對佢嘅廣告印象同感覺連結埋一齊，令可口可樂喺市場佔有優勢嘅係品牌聯想，而唔係可樂嘅配方啊。同樣，我哋影相嗰時會聯想到相機廣告嘅歡樂。咁當然而家呢一代人已經唔受相機廣告嘅影響啦，因為好多年前嘅人已經透過不斷模仿廣告而將影相等於歡樂呢個聯想內化咗，再滲入文化裏邊啦。廣告令我哋飲可口可樂，廣告令我哋笑，廣告亦都教識我哋呢嚿石代表永恆啊。講翻影相先，雖然個樣唔係由情緒帶動啊，但其實動作本身又會影響翻情緒喎。對住鏡頭，除非你唔想俾人影啦，如果唔係，你學習得嚟嘅自然反應就係會笑啊。你嘅笑會呃到你個腦，我面部肌肉做緊一個笑嘅表情，即係我而家係一個開心嘅狀態啦。如果唔係，又點會有個笑樣呢？所以動作同感知係雙向影響嘅。正如當你緊張嗰時，如果刻意深呼吸同嚼下香口膠，就會冇咁緊張啦。企直挺胸就會冇咁怯。另外，每次影相，你腦裏邊都會聯繫到之前嘅開心回憶，所以你會覺得影相係開心嘅。只不過影相係咪真係開心到見晒牙咁笑呢？例如一個活動最好玩嘅時候已經過咗啦，去到尾聲影張合照，大家已經平靜落嚟啦。但一影相嗰下笑容又會突然間多咗。當然有人會係真開心啦，而有啲人就覺得其實又未至於開心成咁，不過好似擠多啲笑容出嚟會好啲。當一個人影相笑得比微笑更輕微，或者直情唔笑呢，霸道嘅社會文化會話佢含蓄或者好酷啊。其實可能只係因為佢忠於當下平靜嘅情緒，而做翻一個自然嘅樣，個樣同心境保持一致，唔想演戲啦。平時對住人戴嘅面具已經夠晒多啊，無啦啦對住鏡頭都可以笑得好燦爛，嗰啲叫做演技。笑得唔自然嗰啲人只不過係演技差啫。社會不斷恐嚇我哋唔做某樣嘢就會被排擠啦。當年 iPhone 開始多人用嗰時，如果你唔係用 iPhone 而係用 Android 或者 Windows 咧，你可能唔知某啲 iPhone 功能嘅，身邊嘅人就會話：咁你咪同人冇話題咯。唔玩 Pokemon Go，咁你咪冇話題咯。唔睇魷魚遊戲，咪冇話題咯。咁我自己都有睇嘅，的確好睇嘅。唔笑會俾人話唔符合大眾嘅期望，但刻意扮酷就冇問題啦。幾型？型到我忍唔住問：點解我哋影相會扮酷呢？解答呢條問題之前，有個疑問不斷浮現啊！點解呢個係一個型嘅表情動作呢？型喺邊呢？我哋平民覺得呢啲樣型係因為明星會做呢啲樣啊嘛，明星就係型啦。咁但係明星係靚仔啫，佢哋唔會個個都識做呢型嘅表情動作噶嘛，一式一樣嘅。咁我哋學明星，明星又學邊個呢？每個人就算係普通人，喺咩時候最型？就係認真嘅時候，沉思嘅時候，享受獨處嘅時候，喜歡寂寞嘅時候，呢啲自然流露嘅一刻被拍攝落嚟，就成為型格標準啦。明星根據翻呢啲標準，刻意挫翻個樣出嚟，配翻塊靚面，就係型咯。哦，原來明星又係學翻啲平民嘅，多得前人製造嘅型格範本，搞到而家偶然見到人有個型樣，就話佢唔好咁挫啦喂。其實根本就係一個自然動作，但就被認為係刻意做出嚟嘅。世事就係荒謬啊！刻意做嘅行為習慣咗就成為自然，而自然嘅行為又會被認為係刻意嘅。我哋呢啲平民雖然偶然都會自然型一型，但係點解影相嗰時會刻意扮酷呢？明明之前仲係笑噶。可能係第一，因為我哋多數都唔係型人啊嘛。哎呀，難聽嘅真相總係要一提再提啊！明知道扮極都唔型噶啦，但可以憑想像暫時從現實中解放，抽離出自己。有時就係要有啲小刺激，先至可以脫離呢個日復日嘅現狀。所以第二個可能就係生活真係悶，每日如是，連影相都好似幻覺記憶咁。同一部電話，同一個攝影角度，同一個人，同一個表情。要打破沉悶，新嘅樣就出現啦。冇表情，激昂樣，專注樣，厭世反叛樣。又所以嚟到第三個可能，我哋其實真係好厭世，又想反叛啊！型人就係不羈、率性，唔跟規矩。我哋都想啊，但又唔夠膽做。長大後雖然可以做好多壞嘅事啊，但係大人其實好羨慕細路仔嘅。做細路不知幾好啊！細個阿媽叫你食青豆，你唔想可以黑佢面啊嘛。大個咗個客叫你食屎啊，你都要扮到好似食緊咖喱咁 enjoy。冇計啦，
人類有今時今日嘅文明就係靠人克制自己嘅行為而建立嘅，人人都要自律，所以我哋特別中意電影故事裏邊亦正亦邪嘅角色啊！如果自己都係咁就贏啦。要滿足呢啲慾望呢，其實唔使靠影相嘅，只要平時多啲留意下當下嘅自己就得啦。喺日常生活裏面，其實你偶然就會有呢啲樣，仲有呢個。只不過當你呢個樣出現嘅時候，冇人幫你影低，而要過後特登重演翻一個翻版次貨出嚟啫。如果你有個攝影師24小時貼身跟住你，影低你唔同嘅表情，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喺相片裏邊可以有咁多唔同嘅表情喎，而唔止嗰一兩個自細訓練出嚟嘅標準影相樣。而家你望住部電話個 mon 嘅反射，見到自己個樣，而家個樣好唔見得人咩？咪幾自然，笑得幾好睇啊！每當見到啲自然嘅相，都有一種唔做作嘅親和感啊，係一種純粹。無論影相笑又好，酷又好，我最想問嘅終極問題係：點解我哋中意影相呢？第一，當然係用嚟記錄事件啦，又或者而家普遍嘅做法係製造事件再記錄啦。我哋會特登做一個動作出嚟，影低佢。如果個動作扮得好自然，係會被讚賞嘅。哇！呢張影得你好自然啊！我哋就係中意強迫自己做一個同自然情緒唔協調嘅規範化表情，做得唔好仲要怪自己添，要再影過。改變自然已經成為我哋嘅自然行為啦。我哋就係中意用人工嘅方法嚟控制大自然，所以會用同一個思維方式嚟控制自己塊面。第二個中意影相嘅原因，相片解決咗觀察者同被觀察者遇到嘅兩大難題。被觀察者嘅難題就係，我哋都想向其他人展示自己最好嘅一面，係啦，所以只有一面，知道自己邊個樣最好睇，但冇可能一直 hold 住個表情同動作唔喐噶。有冇得永遠以同一個角度面向人？而觀察者嘅難題就係，想望住你個樣，但冇可能一直望，又唔可以好近咁望。解決方法就係，對於被觀察者，相片鎖定一個表情、一個角度，將最美一刻化為永恆啊！對於觀察者，將痴漢嘅鬼鬼祟祟化為堂堂正正，係一種恰到好處嘅偷窺。第三個中意影相嘅原因，去到網紅餐廳，同呢杯一樣樣嘅咖啡已經俾其他人零死角影咗100張相啦，仲有咩好影？因為我哋都係中意創造物件嘅，例如焗蛋糕啦、揼張凳啦、摺紙啊，影相都係創造物件嘅一種方式。能夠做一件作品出嚟係有滿足感嘅。創造物件嘅過程裏邊又有技術嘅挑戰，例如係點樣先至會影得佢高啲呢？咁而家影相好方便啦，少少嘅創作就帶嚟少少滿足感，仲可以放上 IG like 刷存在感，低成本小確幸。第四個原因，人類係社會性動物。我哋同其他人一齊活動會比自己一個人開心。model 同攝影師通過合作同溝通去製造一件作品，就會加強彼此嘅聯繫啦。就算同朋友一齊去廁所都係嘅。總之一齊做就開心啲啦。第五個原因，從眾心理。過時過節去到海港城，有幾多人就有幾多部相機啊！置身其中有一股魔力叫你影相啦，影相啦。群眾嘅感染力，你點抗拒啊？有人係真心覺得個佈置靚嘅，有人就受現場觀看人數影響啦。同睇劇或者 shopping 一樣，越多人睇嘅劇或者越多人買嘅貨品，就吸引越多人。不過人會傾向解釋自己做咗出嚟嘅行為，而唔係自己意識唔到嘅想法。佢哋會話因為靚所以影，而唔係因為其他人影，自己又跟住影埋一份。咁頭先講嗰5個原因係我哋點解中意影相啦。只不過呢個年代，我哋直情覺得影相係一個日常需要，升級為陽光與空氣個 friend 啦。影相成為一個需要，因為作為一個人啊，其中2個核心社會動機就係被重視同歸屬感。要確認自己喺社會上有價值，亦即係刷存在感嘅根本原因啊。滿足唔到嘅話，就慘過一條鹹魚啊！人類世世代代都有存在感呢個需要，直到近10幾年，人類終於諗到一個最屈機嘅方法啦。自從發明咗 Facebook， 我哋滿足被重視同關注感覺嘅方法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啊！睇下呢幅相，望住地面，見到自己對腳。以前嘅話，呢啲咁少嘅事，直情冇諗過要話俾人知啦。回家咪回家咯，但而家竟然會有人 like 喎。
而家就好似明星一樣，一舉手一投足都咁矚目。除咗被重視之外，歸屬感都好重要嘅。其他人當你係自己人定係視而不見嘅外人呢？兩個人鬧交最大嘅懲罰就係當對方透明，連外人都不如啊！我哋渴望同其他人有聯繫，習慣經過其他人身邊，你望人，人望你。如果長期缺乏與人互動嘅感覺，譬如喺孤島與世隔住生活咗幾年嘅人啦，佢哋會同現實脫節，產生幻覺。幻覺嘅產生係源於大腦對外部刺激嘅缺乏啊！缺乏刺激會導致人將內心嘅想法同感受錯配咗落去外部嘅客觀現實裏邊。咁嘅情況下，大腦會根據過去嘅經驗、人格因素等等啦，重新建構現實同環境嘅意義啦。有睇過監獄片都知啦，獨自囚禁係一個大懲罰啊！心理學家 Craig Haney 對一啲被完全隔離關押多年嘅囚犯進行咗研究，佢觀察到當中好多囚犯唔確定佢哋自己係咪存在，如果存在，自己又到底係邊個呢？只有其他人嘅眼光先至令我哋覺得自己確實存在。所以 Tom Hanks 喺孤島度要有 Wilson 陪伴， Will Smith 接觸唔到其他人就要同啲公仔傾偈啦。Bruce Willis 個老婆當佢透明，佢好難受。Chris Pratt 自己一個生活太耐，所以叫醒 Jennifer Lawrence。喺冇咁極端嘅情況下，我哋 post 咗相上 IG 之後，不斷 check 有冇 like 同 comment， 就係將呢啲 like 當成其他人眼光嘅代替品啊！如果冇人回應，你就同透明人冇分別啦。人與人嘅聯繫好緊要啊！照咁睇嚟，而家嘅人生活滿意度應該高過以前嘅人啦，存在感多咗，物質又豐富咗，想炫耀又唔使扮低調，幾爽啊！但實情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其實冇因為呢啲 like 而比以前嘅生活開心咗。從 like 得到人嘅認同係爽嘅，問題係我哋太執着於呢啲由其他人嗰度獲得嘅認同啦。like 令我哋有爽嘅感覺，呢種爽感其實來自恐懼啊！恐懼唔被人重視。你受重視與否，視乎你喺其他人心中嘅價值。如果你係一條懶蟲兼無能、思想負面又人品差，無論物質上、精神上都俾唔到益處其他人嘅話，就冇人會重視你噶啦。人係脆弱嘅生物，自己一個係生存唔到嘅，要生存就要群體生活。你需要人，人都需要你，但前提係你要有價值，其他人先至需要你噶。所以得到人嘅認同係好緊要嘅。當得到證明自己有價值，對於生存唔到嘅恐懼就會消除啦。你喺人眼中嘅價值就等於生存嘅能力。人每次做咗一樣有利生存嘅行為，都會感覺爽一爽。例如食嘢補充能量啊，尤其是食甜嘢，做運動鍛煉體能啦。like 都係其中一個有利生存嘅行為。現今世代自己嘅價值可以由 like 得到證明，所以從 like 得到嘅爽感就係來自恐懼嘅消除啦。消除對於生存唔到嘅恐懼，換句話講就係知道自己遠離死亡威脅嘅安全感啦。打個比喻，假設你身處懸崖邊，下面係洶湧嘅海浪，加埋鯊魚同象拔蚌嘅混合體，你一跌落去就係咁大啦，所以好驚啦。如果退後幾步會冇咁驚，不過又好似唔係咁安全喎。所以呢，有多少少證明作為保障嘅話，恐懼會再少啲咯，安全感會足夠啲咯。只不過啊，足夠兩個字從來都唔會喺我哋字典裏邊嘅。好嘅嘢冇人會嫌多，我哋會不斷，哇！仲要行到幾遠先至覺得安全呢？但麻煩在超出咗足夠數量之後再增加嘅額外安全感，你一建立咗就要花更大嘅氣力 keep 住啦。因為擁有額外安全感已經成為你嘅新標準，習慣咗啦。假如一失去，你就會退翻去一個比原先更差嘅位置。其實冇倒退得咁嚴重嘅，只不過你主觀上覺得差過以前啫。所以個最佳位置呢，就係實際上安全嘅位置，同加上起初其他人證明嘅保障之間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打破 like 同安全感嘅無限循環。有 like 感覺受關注，有歸屬感，被其他人認為有價值，意味住生存能力提升，於是恐懼消除，有安全感，然後想要更多安全感，就需要更多 like 啦。咁而家已經唔係石器時代啦，自己嘅名聲未至於下下關乎生死嘅，可能影響升職機會啊，拍唔到拖啊咁啦。但我哋對其他人評價自己嗰時嘅情緒反應始終係過大啦。我哋冇必要對額外嘅所謂價值嘅證明咁執着，同追求用喺自己身上嘅金錢、物質同權力一樣，最終目的都係自我價值嘅證明啫。唔滿足就一直追，最後辛苦嘅係自己啫。唔再執着嘅話，雖然你放棄咗更多 like 帶嚟嘅額外爽感啊，
但同時都唔會存在冇 like 或者比預期少 like 嘅失落感喎，亦唔需要成日忙住要將實體生活嘅經歷做一個 soft copy 放上網嘅。每日返工返學都同其他人有互動，都感受到存在感㗎啦。但有時忙到唔得閒 update IG 就覺得總係爭啲嘢喎。嗰啲嘢就係你額外追求嘅存在感啦。當然我哋唔需要完全唔用 social media 嘅，但要認真諗下，每日能夠餵得飽你自己嘅存在感係咪過量呢？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啦。熒幕前嘅你唔使刻意扮型，其實你已經好型啦。見人影相冇表情，不妨欣賞下佢哋嘅真誠啊！中意呢條片嘅話，可以留個言、分個享、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多謝，下集見。